畢業於英文專業，同時也是資深美漫迷的秋友克也，早年間經常在雜誌上看到卡普空的遊戲廣告。他注意到這家公司推出了大量類似 Final Fight 這種偏歐美風格的遊戲，認為自己對美漫的相關知識或許能在這裡發揮作用。於是他拿着自己的畫作前往公司應聘，在1994年4月以設計師的身份進入卡普空。秋友克也在卡普空的昵稱是 Shaky Akimoto。這個稱呼出於他對自己因某種疾病導致手指發抖的自嘲，而他經常穿黑夾克、紅領帶的形象，還曾被安天朗在插畫《原色全景百科全書》夏德魯的秘密基地裡以夏德魯對岸的形象進行惡搞。在他進入公司後，憑借自己對美漫的熱愛和熱衷於分享的態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卡普空對遊戲角色肌肉的繪制方式，從漫威角色的遊戲化，再到後來 Vampire 的誕生，也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お仕置きよ。楽しませてちょうだい。Spider sense is tingling。加入卡普空後，他最初參與的工作是為快打2中國場景裡騎自行車的路人繪制點陣圖，之後被分配到美漫改編遊戲《懲罰者》的開發組。他的工作是根據安天朗繪制的基本點陣圖和配色來繪制其他動作。身為一名美漫愛好者，秋友克也在開發過程中提過許多建議，比如向團隊解釋主角並不是超級英雄的身份設定。另外，懲罰者的原企劃中有不少偏滑稽的演出設計，在他的建議下，整體方向被調整為更加暴力、更寫實的表現。遊戲的最終 BOSS 金並早期被設計成幾乎佔滿半個畫面的巨大體型。原因是安天朗看過某些體型誇張化的漫畫版，在漫威解釋金並只是普通人類後，角色尺寸才被修改成現在的大小。不過多年後的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裡，金並的體型給人感覺似乎比當年遊戲裡的還要誇張數倍。Can't wait to kill one more Spider-Man。當時卡普空 USA 的負責人同樣是美漫迷，在看過主角形象後，認為更兇狠的表情才能更貼近原作，於是日本製作方對主角的形象進行了重繪。在這之後，秋友克也參與了異形戰場的開發，負責繪制部分雜兵和異形女王的點陣圖。為了能讓團隊更好地理解原作精髓，特意把漫畫自行翻譯，分別拷貝後發給開發成員做參考。根據曾擔任 X-Men 遊戲企劃和導演的西谷亮、負責美術的安天朗等人回憶，當時在秋友克也對漫畫的不斷安利下，讓整個街機部門都產生了想做一款以 X-Men 為主題的遊戲的想法，這才推動了岡本吉起向漫威申請授權。成功取得授權後，岡本吉起特意找來秋友克也，希望他能整理一些制作時可供參考的背景故事，以及當時人氣角色的備選方案等相關資料。這款遊戲能進入開發，也有出於商業上的考量。其一是當年吉姆里繪制的 X-Men 打破了美國的漫畫銷售記錄，另一個原因是科樂美制作的街機版 X-Men 在北美很暢銷，而當時科樂美使用的角色形象都取自80年代的版本。卡普空認為，如果改用當時最新版形象的話，遊戲可能會更受歡迎。項目確立後，岡本吉起讓西谷亮在快打3和超級英雄漫改遊戲兩者間2選1。西谷亮因為不想再做相同類型的遊戲而選擇了後者。雖然之後他才反應過來，這次開發的其實還是格鬥遊戲。當時美漫在日本屬於小眾文化，秋友克也表示，或許正是因為卡普空連續推出了數款漫改作品後，美漫才真正開始在日本受到關注，而他的工作也從這款遊戲開始轉向書面類內容。雖然是和團隊討論後擅自做的決定，除了文案資料整理，還負責歐美遊戲的本土化等。之後推出的 Marvel Super Heroes其實是和 X-Men 同步開發的遊戲。這期間，他開始從海外進口美漫周邊，並以預定的形式賣給街機開發部成員。其中最受歡迎的是 Horizon 出品的毒月軟膠人偶。當年不像現在，肌肉結構的相關資料非常難找，這個玩偶對卡普空當時的美術設計師們有很大的幫助。X-Men とは悪の脅威から人類を守り、人類とミュータントの平和的共存を実現するために組織されたミュータントヒーローチームである。1994年，東青電視台播放了 X-Men 的電視動畫，
這是卡普空為了宣傳遊戲而出資贊助的內容。在 X-Men 的開發時期，可能是漫威擔心影響角色的識別度，對角色配色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甚至一開始都不接受 1P 和 2P 使用不同的顏色，因為配色受限，本作在相同角色对戰時不能做出明顯偏離原作的色彩變化。角色的選定也是先由卡普空提出備選方案，再經由漫威點頭後加入遊戲。遊戲臨近發售時，漫威發現卡普空無視原作，擅自給機器人 Sentinel 設計了發射激光的能力，這一做法激怒了漫威，怒斥 Sentinel 可不是日本動畫裡那種可以隨便亂來的機器人。七國亮和岡本吉崎只能親自前往美國道歉。游戏发售後，雖然在玩家間的評價不低，但多年來美漫改編遊戲機台收益不佳的印象根深蒂固，導致街機廳普遍沒有什麼購買慾望。儘管遊戲在北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銷量卻遠低於預期，因為當時的美更偏好 3D 或真人掃描的遊戲，甚至有人認為傳統的2D 點陣圖已經是技術落後的表現。在動作表現上，為角色加入了更多動畫幀數。當時的安田朗等人是以快打2正統續作的態度進行制作。遊戲推出後，卡普空對漫畫的理解和作品的高完成度，讓漫威的態度逐漸軟化。特別是 Marvel Super Heroes 中的蜘蛛人，更被漫威稱讚為眾多影像化作品裡最棒的一版。得到漫威的認可後，自 Marvel Super Heroes 之後的作品終於被允許使用更豐富大膽的配色。X-Men 和 Marvel Super Heroes 裡都加入過來自卡普空的隱藏角色，於是漫威提議制作一款2家公司角色聯動的作品，這就是後來推出的 X-Men vs Street Fighter。X-Men vs Street Fighter。1996年上市的本作，成為之後 VS 系列的第一款作品。或許是因為漫威的態度有所轉變，卡普空在開發 Marvel Super Heroes vs Street Fighter 時有些得意忘形，擅自加入了一名原創角色線魔女。當時日本電視台有一檔綜藝節目，擔任主持的搞笑藝人木梨憲武前往卡普空進行探班採訪，在這過程中他嘗試了使用電腦作畫，不知是有意安排還是臨時起意，最後演變成把木梨憲武設計的角色加入到最新的遊戲裡。負責接待的岡本吉崎也很爽快地表示同意。木梨憲武除了角色設計，還參與了配音和動作捕捉。角色名面向觀眾進行徵集，最終選定線魔女這個名字。但漫威在得知這個角色後表達了不滿，導致線魔女變成僅限日版使用，因為角色版權歸多方共同所有。線魔女再沒有出現在後續任何系列作品裡。之後雙方合作推出 Marvel vs Capcom， 設計的角色範圍更廣，卡普空的參戰角色不再局限於快打。2000年推出的 MVC2 幾乎涵蓋了歷代系列中的所有角色。沉寂10年後 ，MVC3 作為家用機專用遊戲上市，也是系列首款3D 化的作品。2017年 ，MVC Infinite 發售，不過在老玩家間的評價偏負面。甚至被部分極端玩家稱之為糞作。比起遊戲質量，玩家對角色認知度的變化更讓我印象深刻。在系列初期，大多玩家只認識來自卡普空的遊戲角色，對漫威角色知之甚少。反觀20年後，在漫威超級英雄電影的推動下，現在的輕度玩家反而更熟悉來自漫威的角色，卡普空卻變得相對陌生。雖說 Infinite 反響平平，卻依然拿下了全球250萬套的銷量。所以這個系列或許在未來依然有推出新作的可能。時間回到1993年，
一家名為 Malibu Comics 的小型漫畫公司取得了快打的漫畫版權。因為這樣的合作關係，卡普空的丘有克也作為代表前往美國參加在聖地亞哥舉辦的 Comic Con， 期間他還參觀了當地的街機遊戲中心和漫畫書店。環球影業曾在1930至1950年代拍攝過大量以經典怪物為主題的電影，比如吸血鬼、科學怪人、狼人、木乃伊、販魚人等。赴美期間的他發現這些經典怪物的相關商品至今都在漫畫店和 Comic Con 的展會上隨處可見，這讓丘有克也意識到現在的美國人依然對這些古早怪物抱有興趣。當時正值快打旋風2的全盛期，快打旋風3、超級快打旋風 2X、快打旋風 Zero 等新企劃也陸續啟動，再加上 SNK 等其他廠商紛紛推出自己的格鬥遊戲，卡普空急需一款新作來延續快打2的成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丘有克也制作了一份經典怪物對戰格鬥的書面企劃。他認為以經典怪物對戰作為主題，或許會是個有趣的創意。企劃遞交給岡本吉起後順利通過。他從一開始就建議不要購買環球影業的電影版權，因為那批角色雖然知名，卻是為真人電影設計的。如果放進遊戲裡，反而會顯得過於樸素。因此，在新企劃確定後，岡本吉起找來安天朗，由他主導設計適合遊戲表現的原創怪物。這樣做不僅節省了高額的版權費用，也不會讓玩家對新角色感到陌生。丘有克也提出的這份企劃案，就是之後推出的 Vampire。作為對標快打2的繼任者， Vampire 啟用了當時公司內最強的開發陣容，上層給出的要求也很明確。做一款完全不同於快打2，但仍能保留格鬥樂趣的遊戲。本作的世界觀、劇情和角色背景等內容由曾參與過超級快打2的村田智生負責。為了吸引輕度玩家，他認為必須創造出足夠有魅力的角色。雖說是格鬥遊戲，但劇情也可以更戲劇化，要讓每個角色都有自己戰鬥的理由，強調宿命和彼此間的情感糾葛。角色的命名有受到海外分公司同事的建議，比如哪些名字聽起來更像貴族，角色間的關係如何構建等。通過這些進一步擴展，直到延伸出魔界的設定。王牌爾的世界觀有受到哥特文化、恐怖電影和神話故事的影響。角色設計和能力雖然源自這些要素，但在遊戲表現上必須強化速度感和娛樂性。遊戲中的德米特里是典型的西方吸血鬼形象，但性格上更突出貴族的傲氣。莫莉卡最初是以女性吸血鬼身份進行的構思，但考慮到吸血鬼角色有一個就足夠了，所以最終把它變成了魅魔。德米特里象徵着壓抑與權威，而莫莉卡象徵着誘惑與自由。私のものにならない？其他角色比如毗沙門、阿納卡利斯等，都融入了不同文化的神話要素。這些怪物在遊戲中被統稱為 Darkstalker， 因為都是非人類，所以在設計時要盡可能做出偏離人類的肢體表現。當負責莫莉卡的成員把他攻擊時的手設計成鑽頭後，啟發了其他成員，開始大膽加入更多天馬行空的攻擊方式。本作的開發組原來是在制作一款受某漫畫影響的橫版過關遊戲，但從安田朗看來，遊戲內容已經偏離主題，判斷這款遊戲不會成功，於是他終止了這個項目，順勢讓團隊轉向開發 Vampire。安田朗在開發組的身份類似於藝術指導，沒有深度參與制作。在上層的授意下，他把角色原案的設計工作交給團隊的美術人員共同構思，最終再由安田朗從中挑選合適的設計。形象確立後，再交給 Bengas 繪製角色立繪。當時安田朗沉迷於法國漫畫家莫比斯的畫風，同樣身處插畫組的 Bengas 受他影響，開始在插畫裡加入排線，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初代的角色插畫中能看到大量的排線線條。在岡本吉起的提議下，遊戲畫面首次採用了類似賽璐珞動畫的風格，可安田朗持反對意見。他認為以往作品還能靠給陰影部分添加過多色來掩蓋細節，而賽璐珞風格則需要繪師具備更扎實的美術基礎。另外，在上層的要求下，角色的動畫幀數大幅增加，用色賞參考了迪士尼的動畫配色，整體色調偏明亮。背景不僅要追求足夠華麗，也很重視各種動態效果，讓整體畫面顯得更有生氣。
本作共有10名可選角色，每名角色都被要求不能出现静止不动的姿態。雖然能給玩家更好的視覺體驗，但也導致了工作量暴增，只能不斷從其他組調人支持。留宿公司也變成了常態。遊戲系統和快打2相比有明顯差異，除了加入前中和擊退外，還有根據實際按鍵形成連招的木鴨 combo， 另外還有防禦取消、能用來強化部分必殺技的技能槽等新要素。當時的遊戲開始普遍啟用專業聲優進行配音。Come on, baby. 本作所有的角色聲優都是由開發組通過投票選定，有些台詞在聲優實際錄音後發現效果不如預期，所以對部分台詞和技能名稱進行了更改。遊戲於1994年7月12日發售後，整體表現不錯，以當時的標準來說，機版銷量達到5000就能算是熱銷遊戲。作為對比，當時快打2的機版銷量高達8萬。Vampire 初代在每日的合計銷量大約有4萬，雖然是個不錯的成績，但和快打2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可能是因為預期過高，實際銷量遠不及快打2。社長石本憲三在遊戲發售後問責岡本吉起，新遊戲為什麼會失敗？雖然這樣的指責對岡本吉起來說並不公平，但也從側面說明當時快打2有多成功。Vampire 的續作原計劃是以 Vampire Dash 或 Silver Vampire 作為標題發行，新角色多諾萬的身份確定後，標題才被改成 Vampire Hunter。1995年推出的本作，最初是打算作為初代的角色追加版，但隨着開發的深入，追加了大量新要素，最終決定作為新作發表。角色依然由 Bengas 繪製，當時剛進入公司不久的 Ikeno 則負責輔助繪製工作。新增角色包括惡魔獵人多諾萬、女性僵屍蕾蕾，以及前作 BOSS 福波斯和派隆，共計14名可選角色。在蕾蕾的設計初期，有計劃過讓她和雙胞胎姐姐一起登場，甚至考慮過可以由2個玩家分別操作，但因為各種問題最終作罷。根據前作玩家對上手難度過高的反饋，對輸入判定和系統等內容進行了調整。而且當時的格鬥遊戲在操作指令上日趨複雜化，那廠商還喜歡在遊戲裡加入角色隱藏技，而 Vampire Hunter 選擇反其道而行，必殺指定都盡可能設計成大家熟悉的生容拳系，同時毫無保留地把所有招式都面向玩家公開。另外，本作對遊戲速度進行了調整，加快了整體節奏。遊戲速度被分為2檔，不像前作分3檔可選，本作的 Turbo Mode 相當於前作的 2.5 倍速。木鴨 combo 在本作被正式命名為 Chain Combo， 按鍵的輸入時機也不像前作那樣嚴格，同時還降低了 CPU 戰的難度等。每名角色大約都有300張圖像素材，開發組對這些逐一拆解分析，調整角色在遊戲中各類情況下的判定參數。根據傳水技校的說法，如果把程式修改的內容也算進去，本作一共對28000處進行了修改或調整。憑借獨特的世界觀和個性鮮明的角色，吸引了許多沒有接觸過初代的玩家。再加上遊戲雜誌的大力宣傳，本作的人氣遠超初代，讓這個系列的知名度急速攀升。系列初代的美版名是 Dark Stalkers， 本作被定名為 Night Warriors。還有在初代和續作中，許多角色名和日版不同。另外，因為北美的街機遊玩成本比較低，所以美版 CPU 戰難度要高於日版。當時為了紀念本作的發售，街機遊戲雜誌 Gamist 還舉辦了插畫和 cosplay 的評選賽。插畫部門的入選者之一 Eda Young 就是通過這次比賽之後進入了卡普空。1997年到1998年間，發出過4卷遊戲的同名 OVA 動畫，人設依然是由參與過快打2動畫的村瀨修恭負責，池田誠擔任導演。動畫的作畫水準一流，是一套不可多得的佳作。
things. Magic and sorcery. They're back. 卡普空一直很重视的美国市场，在1995年推出了13集电视动画《Darkstalkers》。或许是因为对象年龄层较低，动畫對劇情進行了魔改的同時，淡化了暴力內容，在各方面都透着一股廉價感，遭到大量原作粉絲的批評。Darkstalkers will return. Vampire Savior 是在 Hunter 推出約2年後的系列第3作，追加了新角色捷達、地獄斯、どう？可愛い？巴雷塔、丘比，還有如龍、毗沙門、提線木偶等換皮隱藏角色。在船水技校的指示下，本作導入了新系統。曾為快打 Zero 2設計系統的石澤英敏為本作設計了 Impact Damage Cage， 當角色受到傷害後，在一定時間內恢復部分體力值。這個系統原本出自 Zero 2，測試期間在公司內獲得了一致的好評，但因為企劃變更，最終沒有被採用。為了不讓這個有趣的設計被浪費，船水技校便把它加進了 Vampire Savior。除此之外，本作還加入了發動後可改變角色性能的新系統 Dark Forces。遊戲開頭的好鬼插畫是卡普空內部由4名程序員組成的小組 Vertebrae 的標識，他們自稱是卡普空的特殊部隊。之所以用好鬼做標識，是因為成員之一的原田幾乎負責過歷代好鬼的懲治，無論被分配到哪個項目，都會把好鬼交給他來做。當時也因為開頭出現好鬼的畫面，一度引發好鬼會在本作登場的傳聞。本作在開發中期，因為諸多原因，所有程式都被重寫過一遍。除此之外，遊戲臨近發售時突發過嚴重 bug， 而主程式岡田誠司剛好在休假，最後只能緊急召回岡田修復 bug， 這也導致了遊戲發售延期。從這以後，只要岡田休假，遊戲必出 bug 的說法開始在公司內流傳。本作的指令輸入響應時間和快打 Zero 2相同，目的是讓卡普空其他格鬥系列的玩家更易於上手本作。速度方面，最早期的版本準備了4檔速度，最快的1檔甚至達到了基板觸底能力的極限。遊戲進行公開測試後，根據玩家的反饋反覆多次調整，結果卻是成品的速度和前作區別不大。另外，在 Turbo 模式下，角色動畫會因為速度過快而出現糾幀，這是每代快速模式都會遇到的問題。一邊是開發組辛苦繪製的完整動畫，另一邊是爽快感和遊戲性，因為難以兼顧，就只能交給玩家自行選擇。本作的故事革新以救贖魔界的捷達展開。遊戲在進入開發前，先確定好相關設定和基礎系統，然後選定出場角色，最後才進入正式開發。考慮到開發時間和容量限制，沒有條件加入太多新角色。期間團隊想到可以通過換臉的方式來創作新角色，就像快打 Zero 裡的火影彈那樣，這才有了通過替換部件制作的莉莉絲。原本打算做成像快打2裡龍和肯的感覺，結果在制作過程中還是忍不住給他設計了新技能。為了區別於茉莉卡，最初打算把它設計成天使，性別也不是女性，而是當年還算罕見的男娘。但考慮到她是從茉莉卡分離出來的個體，才最終演變成現在無法確認性別的設定。巴雷塔作為系列中少見的純血人類，最初是為了凸顯加龍而加入的小紅帽，這個出自安天朗的提案。他的設計初稿在公司裡反響平平，但在經過點陣繪圖員和人設畫師的不斷完善後 ，S 級惡魔獵人巴雷塔才最終得以保留。為了突出角色個性，
開發組為他加入了許多搞笑有趣的設計。丘有克也認為自己身為資深美漫迷的審美可能會影響遊戲設定上的創新，所以他在提出企劃後就不再涉足遊戲的開發。不過在 Sevier 的開發期間，製作組向他徵求新角色的提案。他提供的角色建議是擬態成少女的食人蟲，也就是後來登場的 QB。他表示這個形象參考了漫畫《宇宙家族卡爾文森》裡名為七卡的角色形象。被廢棄的角色案中，包括 Darksager 畫的多諾萬，以及和他同行的小女孩阿妮塔，結果都以角色無法帶給玩家驚喜為由棄用。不過在2004年 PSP 版 Vampire Chronicles The Chaos Tower 中 D 的安定畫面裡，當年阿妮塔的素材在這裡被使用過一次。本作在音樂風格上相比前幾作變化明顯，運用了更多機械感的電子音，作曲時使用的是 MIDI 音源，可導入基板後音質發生了變化，最後是通過調整音色比例才讓 BGM 輕質更順耳。對戰時的音樂也從過去的角色 BGM 改為場景 BGM， 語音數量大約是前作的4倍，總曲目數達到了系列最多的81首。在 Vampire Sevier 發售後的採訪中，川水機象明確表示不會再開發續作。在 Sevier 上市4個月後，卡普空同時推出了 Vampire Hunter 2和 Vampire Sevier 2，兩款遊戲都是以 Sevier 為基礎，調整了平衡性，給部分角色追加新技能，但兩版的部分可選角色不同，而且都沒有加入全新角色。這種明顯的雙版本策略，讓遊戲在街機廳的銷量遠不及前作，也讓玩家和店家都感到不滿。多數玩家直接選擇了無視這兩款作品。至於 Vampire 系列為什麼在 Sevier 之後不再推出續作，職業玩家梅原大吾給出過他的個人猜測，主要原因可能是系列沒能給卡普空帶來太多收益，作為主要目標市場的美國也沒能取得成功。據他回憶，當年初代因為系統複雜和極高的上手門檻，導致遊戲沒什麼人氣，就連他本人都因為遊戲過於複雜，對初代敬而遠之。續作 Vampire Hunter 在 Gamist 大力宣傳下吸引到大批玩家，針對普通玩家進行的一系列調整，讓 Hunter 成為系列最受歡迎的作品。可惜後來推出的 Sevier 沒能延續 Hunter 的成功，而敷衍推出的 Hunter 2和 Sevier 2更是讓系列以最糟糕的形式收場。多年來，系列角色多以客串的形式出現在其他作品裡，雖然或許不會再有新作，但極具特色的角色設計讓玩家記住了 Vampire 這個系列，也算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功。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如果覺得內容還不錯的話，請點讚、訂閱、留言。這裡是玩到的 Nail， 我們下個遊戲再見。轉眼間又過去了1個月，我又經歷了從月初的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到月底的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原本是計劃做一期20分鐘左右的片子，把 X-Men 和 Vampire 的內容雜糅在一起。根據我之前找到的資料，估計應該不會太長。結果寫稿子的時候，意外找到了不少新內容，分開做又覺得內容有點水，所以一咬牙就按原計劃進行了。雖說時長上沒什麼太大變化，但體感上卻像是做了2部影片。以上就是我拖延的借口。感謝你能看到最後，咱們下個月再見。遊びに行こうか。気持ちいいでしょ？